深度分析2026年美国房地产的两个最大的风口。2025年的房地产市场真的是可以说波涛汹涌。回首过去的这一年，我们几大预言都成为了现实。比如在2024年10月份的时候，有提到2025年码农会大规模失业，继而影响房产。在2025年10月份提到的房产会比东区的坚挺。再比如2024年12月的时候提到的，会是西雅图地区增长最快的城市之一。这些预言全部成为现实。如果你不想在下一轮周期里面被动的挨打，而是提前的卡位风口，欢迎订阅我，或者把这篇视频转发给真正需要的人。在我们即将步入2026年的时候，我们再来讲一下我认为未来10年美国房地产最大的两个风口，分别是养老院、模块化和 RWA。这些会对大家有很大的收获。养老院的资产是被低估的现金流的机器。咱们先来看第一个风口，养老院的生意。在这个主题下面，咱们会分析阐述为什么养老院是好生意，养老院的客户群体的画像，以及为什么能做养老院的房子是稀缺的，会升值的。从2026年开始，婴儿潮一代的老年人当中，最大的一批正在迈入80岁的高龄。准确的来说，第一批的婴儿潮的老人，也就是在1946年出生的老人，在2026年的时候，他们正好满80岁。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，接下来的10年，85岁以上的老人数量会出现现在的翻一倍，达到1180万的老人。而80岁到85岁这个年龄段，恰恰是需要前天后护理的人群。现在市面上给银发老人提供护理的机构有两个，分别是大型的养老机构和小型的，也就是说私人的养老院。大型的机构通常是一个护工照看15到20个老人，而私人的养老院通常是一个护工照看3到6个老人，而且私人的养老院的价格常常是比大型的养老院的机构更加便宜。在西雅图的地区，私人的养老院的收费标准通常是7000到1万美元，取决于养老院的环境、地理位置和是否单独享用一个房间。华盛顿州西雅图其他的类型老年护理的费用，在西雅图居家护理的平均费用仅比补助生活设施高出几美元。居家服务和家庭护理的典型的费用均为每月6769美元。成人的日间护理是最经济的选择，每月的费用为2600美元。养老院的护理费用，办私人的房间平均每月是9916美元，全套房间平均每月11984美元。一个私人养老院最多是可以收8个老人，要有至少3个护工，其中白天2个护工，晚上1个护工。养老院的牌照是不难拿的，只需要经过简单的培训，满足州政府的要求，就能拿到牌照。开养老院最大的障碍反而是在房子的本身。做养老院的房子有这几个特点：第一，通常是大平层；第二，有至少7个房间，需要无障碍的进入通道，包括卫生间；地理位置优越，满足市政府的特别要求，比如消防喷淋系统的要求。西雅图有7个房间以上的大平层的房子是特别稀缺的。2025年，西雅图一共成交了
22800套房子，其中有3185套是大平层，但是只有4套是7个房间以上的大平层，它的比例只有2/1000。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老人选择在西雅图养老呢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其实，刚刚退休的老人大多数都是去了生活成本更低、阳光更充沛的地方养老，比如亚利桑那州，那里的医疗条件是更好的，气候干燥，对心脏病和关节炎都非常的友好。但是，当老年人到了80岁，身体的机能下降严重，不能行动自如的时候，他们会选择搬回到住了一辈子的地方，因为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对于阳光和气候的需求变小了，而是对于家人和朋友的情感需求变大了。这个时候，他们最需要的是家人和朋友能一个月来看他们一次，而且他们的家人和朋友通常都在他们生活一辈子的家乡。而婴儿潮一代的老人又是美国最有钱的一代人，他们年轻的时候根本没有吃过什么苦，3年的工资就能买一套房子，所以婴儿潮一代的80%的持有房产，而对比 X 时代的人只有72%的人持有房产，千禧一代只有55%持有房产。婴儿潮虽然占美国人口的20%，但是他们掌握了美国社会超过40%的财富。钱对于这些丧失行动力的老人是生不带来、死不带走的，所以他们更愿意把钱花在养老院上面。在西雅图，养老院的老人平均住3年的时间，而他们的财富足够支撑他们在养老院生活10到12年。西雅图能做养老院的房子的租金通常是在7000到1万美元一个月，而且租客会签订至少5年的合约，维修全部由租客来负责。这种养老院的租约非常类似于商业地产，但是这种房子不需要做商业贷款，只需要普通的民宅的贷款就能办下来。为什么租客愿意付这么高的租金，而且一下子就签订5年的租约呢？因为做养老院的房子太少了，而且养老院的生意真的很赚钱。我来给大家算一笔账，一个养老院可以收8个老人，就按照最低价格7000美元一个月来计算，那么这8个老人就是56000美元，而雇佣护工的成本只有15000美元，再扣掉其他的成本，纯利润能达到35000美元一个月。所以，即便在支付1万美元房租的前提下，养老院还是一个非常赚钱的行当。而且，开养老院的人不会只开一个，通常一个养老院的老板能把精力分散到5个养老院，这样1年的收入就能达到150万了。所以，稳定的租约对他们来说是极其重要的。即使支付高额的房租，通过复制5家店，总利润仍可以达到150万。在过去的10年，西雅图的养老院基本上是被罗马尼亚人垄断了。他们雇佣低廉的罗马尼亚移民劳动力，在这里生根发芽。但是近2年，中国人做养老院的人越来越多，这里养老院提供了更优质的服务，所以价格也更高一些。所以，无论是养老院还是养老院的房产，都是未来10年的大金矿，遇到了千万不要错过。为什么买一个做养老院的房产是一个好的投资呢？我认为当下的房产投资最大的风险是经济下行的风险。如果房贷的利率迟迟降不下来，而且房租下降了，
你投资的房子又是负的现金流，就有可能拿不住这个房子，然后被迫低价卖掉。现在只有稳定的租客和正向的现金流，才能保证你拿住这个房子，等来下一波的上涨。而养老院的房子有这几个优势：租金高，通常有正向的现金流。租约的稳定，因为养老院的生意很赚钱，所以开养老院的租客更愿意长期的锁定租约。贷款的利率低，因为是民宅，不需要承受更高的商业贷款的利率。房价增幅快，因为是民宅，所以估价是按照民宅来走的，在经济上行的时候，涨幅更大。总结一下，就是养老院的资产把投资民宅的风险给兜底了，但是又可以享受民宅的预期的涨幅。去年帮一个客户买了一个养老院地方的房子，2024年4月份成交的价格是167万，过了8个月以后，市场的估值是250万，涨了50%，而且这个房子还是自带每个月1万美元的租约，妥妥的正向现金流。然后在今年的11月份、12月初，一个养老院的房子130万的售价，租金是8000元每个月，租客负责所有的维修，签了5年的租约。一直在市场上寻找好的投资机会，如果没有客户买，我们就自己买下来。通常会把这些优质的投资机会发到频道。稳定的现金流收入才是投资房地产的制胜法宝。我们不讲套路，不讲技巧，只讲底层判断力，教您如何避开这些坑，少走弯路。欢迎订阅。